Hello，各位爱编织的朋友，大家好，这里是爱织的频道，我是艾芙琳。我承认我很会钩针编织，但我真的不太会养花草。艾芙琳简直就是妥妥的植物杀手，那么只好自己动手购置一个盆栽吧。今天艾芙琳跟大家分享的是一款仙人掌的小盆栽，可以作为室内装饰品以及桌上的摆件，为生活增添一份自然美。让我们一起来钩织它吧。我所使用的线材是4股牛奶棉，另外准备了填充棉以及3公分大小的鹅卵石，来增加小盆栽的重量，这部分可以视需要准备。而工具上使用了 3.0 的钩针、缝针、记号扣、剪刀以及刷子。而小盆栽的完成尺寸，宽有6公分，高大概11公分。我们从花盆开始，左手绕线环起，第一圈1个锁针作为起立针不算针数，接着钩织8个短针，钩针由上而下带出线来钩织10字短针。我在第1个短针上放上记号扣，以方便我辨别它是第1针。接着剩下的7个短针，第1圈8个短针结束，收紧中间的线圈。接着在第1个短针上引拔，将头尾相连。我们可以将最后引拔针收紧，减少引拔的痕迹。接着第2圈1个锁针作为起立针不算针数，之后在每个针目上都加1针，也就是同一个针目里钩织2个短针。这是第1个针目的第1个短针，我放上记号扣。接着同一个针目里的第2针短针，接着剩下的7个针目，每个针目也都做加针。第2圈一共完成16个短针。第2圈结束，同样引拔在第1个短针上将头尾相连。我们将最后的引拔针收紧。接着第3圈1个锁针作为起立针不算针数，接着以2个针目为一组，第1个针目钩织1个短针，而第2个针目1个短针的加针。之后重复钩织中括号的内容，一共8次。第3圈一共24个短针。第3圈结束，引拔在第1个短针上将头尾相连。之后我们按文字解拓展这个圆形织片，一直钩织到第5圈。第1圈到第5圈是花盆的底部，每一圈的一开始都是1个锁针作为起立，不算针数，而结尾引拔在第1个短针上将头尾相连。接着往上钩织，第6圈1个锁针作为起立，不算针数。接着每个针目上钩织1个短针，而钩织的时候只挑后半针的一根线钩织。挑后半针钩织的目的是为了使这个转角更加的明显。这一圈的短针数维持不变，一共40个短针。第6圈结束，同样引拔在第1个短针上将头尾相连。而之后的几圈继续维持这些针数，也是每个针目上钩织1个短针，一直钩织到这个小花盆到我想要的高度。
我一直钩织到第13圈。第13圈结束，引拔在第一个短针上。接着我要钩花盆的边缘，我们翻转织片，一个锁针作为起立不算针数。接着如同第6圈，挑每个针目的后半针钩织一个短针。而结尾也是引拔在第一个短针上，将头尾相连。接着继续一样的方向，第15圈每个针目一个短针。第15圈引拔在第一个短针上之后，接着就可以断线，留大概50公分的长线做缝合。我们可以将最后2圈顺势往外翻折，让这个花盆的边缘凸起。接着我以深咖啡色钩织第1圈到第5圈，作为花盆的土壤，这里不需要留长线。接着我们将土壤的边缘缝合在花盆的内侧，沿着第11圈与第12圈之间，以卷线缝的方式缝合。在完全缝合之前，先填入填充棉。我放进1颗鹅卵石以增加重量，这部分是个人的选择。沿边缝合完毕，打个结并藏好线头。接着是仙人掌，使用绿色，左手绕线环起。环起之后，钩织2锁针作为起立针，这个起立针算是1针中长针。我在这个起立针上放上记号扣，以方便我辨别它是第1针。接着钩织剩下的11个中长针。第1圈包含第1针起立针，一共12个中长针。第1圈结束，收紧中间的线圈。接着在起立针上引拔，将头尾相连。我们一样收紧最后的引拔针。接着第2圈2锁针起立，作为第1针中长针。接着在第1个针目里再增加1针中长针，而之后每个针目也都钩织2个中长针。这一圈一共增加了12个中长针，包含起立针，一共完成24个中长针。第2圈结束，同样引拔在第1针起立针上，将头尾相连。第3圈以2个针目为一组，第1个针目钩织1个中长针，每一圈的第1个中长针仍然是2锁针起立。接着第2个针目钩织2个中长针，如此每隔1个针目增加1针中长针，完成这一圈。
第3圈结束，同样引拔在起立针上，将头尾相连。之后第4圈到第12圈，每个针目上钩织1个中长针，钩织的圈数决定仙人掌的高度，你可以依照喜好调整这个圈数。第12圈结束，引拔之后就可以断线，留大概50公分的线段。接着我们让线头在最侧边，像这样将织片对折，先找出另一端的中心点。找出中心点之后，将织物折平，接着利用缝针以平针缝的方式缝出中线。缝合出这条中线之后，接着再以这条中线为中心，像这样子再次将织物折平，利用刚刚的线头继续沿着中央以平针缝的方式再次缝出中线。最后这个仙人掌就像这样形成4条的人脊。我们继续以仙人掌所留的线头将仙人掌缝合到花盆上，缝合时注意仙人掌的人脊与人脊之间距离要一致，从上方往下看，人脊会成十字。缝合固定好之后，打个结并藏好线头。接着我取白色的4股牛奶棉，将它剪成约4公分的线段，并且将这些线段拆成2股。接着将这个线段对折，利用钩针以这样的方式将它绑在仙人掌的人脊上。将它修剪至 0.5 公分左右，再利用刷子制造出仙人掌毛刺的效果。沿着仙人掌人脊的边，每个毛刺的距离大概2行，你也可以自行决定毛刺的多寡。你可以决定这个仙人掌是直立的造型，或者是像这样子将它扭转，使它成为不同品种的仙人掌，将它放在书桌或者是办公桌的一角，为你增添一点大自然的色彩吧。这一集的分享就到这边，感谢您的收看。喜欢的朋友订阅、按赞、加分享，也欢迎您的留言。我们下一集见喽，拜拜。